是的，没错，我又搬家了，花费了1万块钱，在市中心租下了一套朝南户型方正的2房1厅。房东听说我是专门做改造的，首先是这栋楼的瓷砖地是直接和冷淡风锁死了吗？这面裂开缝的电视背景完全和我要的华氏奶油风没1毛钱关系，空调直接黄到5发黄，客厅甚至连个沙发都没留，真是头疼啊！铁子们，往外再看看阳台推拉门，绿色的玻璃真是大红色的3层冰箱，没抗风尘，不离奇，这个窗口会改动没法改，什么都装不下。该说不说，这么多灰得收拾到啥时候？这样的，调完之后是这样的，开始动工啦，先把90年代的家具们统统搬开，甩坏2个可赔不起，终于顺利清空墙面，贴上美纹贴，把客餐厅1分为2，就可以开始刷刷刷。地面刷完，感觉有点翻车，干透后再刷一遍就均匀很多。墙漆搞定后，就可以让新家具们进场喽。刷完墙漆，正当我以为一切非常顺利的时候，发现商家把石膏线长度发错了。再试试。3下5除2，烘托完毕。打胶上墙后，整体立马有香味了。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家具进场环节，搬家找来的皮革沙发真香了，配上复古百褶落地灯，提升浪漫氛围中的黑色主人柜是首选，软垫和风格人形地毯立马解决。茶几选择了黑色水墨人头，节制感直接拉满，再来个黑色电视柜红风格、折叠屏风格段、呼应风格一举两得。来到餐厅区域，代替原来玻璃组合的是这种高颜值半弧形餐桌，安装也很简单，朝腿和环环垫紧紧固定就 OK 啦。加上和墙面同设计的绿色柔面餐椅，不错的复古风餐厅就完成了，那就用金属漆来拯救吧。冰霜刷漆改黑色加3D 敞篷玻璃膜，喷上肥皂水之后刮刮刮，直接就是以假乱真的大动作啊！最后再加上一点点细节。准备花5000改成这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这个鱼肚白瓷砖说再见，因为原来的地面很平整，可以直接铺地板。心心念念了很久的鱼骨拼地板，这次终于能实现了。没想到的是，生活居然省钱，我直接选了这种自带假鱼骨纹的地板，这样铺起来能大大节省损耗，能省不少钱。这位叔叔，然后再去买点玻璃胶。师傅已经铺完了1大半，进度是果然花钱效果就是令人满意。看着师傅熟练的切割，成为一名掌握木板的男人，厚厚的本城着实是苦了我。不过想着改造顺利开了头，内心还是忍不住美滋滋。完战场再看这个地板，真是要的法式奶油风越来越近了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现在切割石膏线可谓驾轻就熟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形状啦。为了避免石膏线贴歪的悲剧，先用美纹纸浅浅模拟一下位置，一点都不用死劲，尴尬。OK， 再一一贴上墙。地板和石膏线搞定后，这面灰不拉几的墙，黄不拉几的一个发光的玻璃门，细一看，玻璃是厚厚一层灰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来个开工大吉，泼水仪式。上期视频评论有些声音质疑到，作为房东很讨厌房子被做改造。我想说的是，这样花时间打扫和自费装修升级，真的会被嫌弃吗？当然了，我所有的改造都是经过房东同意的。不行，保护措施还是得做到位，把边缘都仔细贴上美纹纸，终究万无一失了吧？因为是深黑色的金属漆，所以1到2遍就能上得非常均匀。居然有手套，质感更好，从天亮烧到天黑，边边角角都不能放过。终于，它从绿门变成了一个黑门。一贴上就很有复古感，保证了隐私，同时还不影响采光。唯一不足的就是我贪便宜，买的尺寸小了2厘米。这么大的缝。贴会更好贴，因为小猫咪很调皮，我就没分。结果就是，乍看还不错吧。漆靠推平整，再加上几块钱的黑色装饰条，一共成本不到200，平替老钢门就完成啦。木头做的门是木门，铁做的门是铁门，通往幸福的。等了
了1个月，我的沙发终于到了。刚才我打算用滴胶做一个超美，也很简单，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干花，都可以当桌面的彼岸托盘。按照说明，先倒 A 胶，A 胶和 B 胶要严格按照3:1的比例混合，晶莹剔透的，是不是？搅拌均匀到完全透明就好了。浅铺一层，打个底。手工的乐趣就是这么独一无二，把春心留下来，实在太美好了吧！干得差不多就可以用滴胶封层了，很平整，没有气泡，简直完美。花舞时从网上定制的几块实木桌腿，这样，刷上漆就是妥妥的网红茶几了。价格还能直接2条根奶乎乎的嫩黄色，虽然比想象中浅了很多，为了还能随时改色。后用强力胶粘紧，用11天1夜，2张茶几就这么做出来啦。这下直接动力满满，先把厨房杂物通通搬走。拆除墙上的老物件，来自深层结晶护理。之前对厨房一直有畏难情绪，清理完可算是顺眼不少。打算换掉油烟机，给大红色的橱柜门也换个颜色，在墙面做更多的收纳。我已经开始畅想在新厨房做饭的心情，打算给台面直接刷漆换个颜色，既能更适合整套房子的风格，还可以覆盖掉发黄的玻璃胶，一举两得。老规矩，先滚涂上瓷砖处理剂，做好保护工作。对比了2个颜色，决定选择奶乎乎的香草白，这个是米汤色，这个是香草白，最后还是选这个。全都覆盖的差不多。滚涂2到3遍就非常均匀啦。等待台面晾干的间隙，我打算把橱柜把手更换掉。前剩下的铁漆，把把手刷成黑色，吊柜部分则是和台面统一配色，刷上奶乎乎的香草白，覆盖掉原本不好看的灰色。感觉和整体都不太搭，于是我开始第49次尝试，终于调出了想要的颜色。新厨房我来了，是不是瞬间就感觉清爽了不少？那种法式复古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，真是超级喜欢。再给土气花砖墙面贴上复古格纹墙贴，最后刷上一层防刮的金漆，一起看看效果吧。丑的不是贴纸，是搞完橱柜改色，房东的爱心把它画在刀刃上。二话不说，先把旧烟机丢掉。拆下来后，我直接惊呆了，这不中老化，花光了全部预算换上的新油烟机真香啊！刷漆剩下的美纹纸，轻松 DIY 出完美适配的百叶帘，不影响吊柜的开关，遮丑又方便随时更换。效果还不错吧？整个厨房都顺眼多了。搞定了油烟机，剩下的收纳就简单了。淘来几块洞洞板，正好遮住管道。收纳上墙更省台面空间。果然负责姜蒜收纳，可可爱爱。原来的台面太小，请了师傅帮忙在瓷砖墙上打孔，增加了折叠桌面。需要的时候展开，方便备菜；不用的时候收起来，简直完美。吊柜下方的空间也利用起来，旋转挂钩和磁吸灯带安排上。房东大叔，看看效果吧。把客厅从这样的冷淡风打算还客厅一份奶油感的必备工序，刷漆准备开整。基本上呢，我就知道这颜色算是选对了。不得不说，刷漆过程真的很治愈，就是乳胶漆的味道闻久了。拿出我的厨卫宝物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个滤网跟市面上活性炭的滤网不太一样，是可以直接分解甲醛，不会造成2次污染，也不容易发酸。加上这款又是空气消毒机，空气中的细菌病毒都不用担心了。继续刷漆啦，把突兀的门框都统一颜色。客厅是不是瞬间奶油感满满了？错，还得搞定这个电视背景墙才是大功告成。3彩吗？就知道了，我还是自己干吧。早就看这个蜡黄染色的电视柜不顺眼了，刷上奶白后一下亮堂起来。10年前的老气装修瞬间显得年轻不少。为了电视背景，遇到好心的物业大叔帮忙切个好格栅板，再用结构胶一一固定上墙，最后把格格不入的木板也统一色系，法式奶油风电视背景墙就搞定啦。